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不掉头发，讲一期比较简单的案件。如果有女观众因我这期视频对帅哥开始产生恐惧的话，那小渊明天中午自罚多吃一碗米饭吧。这期视频脉络相对简单，所以小渊我会一边讲述凶手作案情节，一边讲述警方调查进程。故事发生在美国洛杉矶1995年11月1日早上，凡纳斯医院附近的一个停车场被围得水泄不通。停车场有辆轿车发生大火，全力抢救后，虽然大火被熄灭，但警方初步勘探现场后发现事情不简单。其一，报警的女护士表示，车子是在凌晨开始燃烧，而凌晨的气温不至于让汽车自燃。其二，报警人寻求别人帮忙灭火时，发现一个长发男子从车子旁边匆匆离开。女护士觉得，如果是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在离开火源的同时会大声寻求帮助，躲开火源，同时还会往回看。但那个长发男子非常镇静，头都不回就直接离开。FBI 检查后发现起火地点是驾驶室，车里还有残余汽油味道。驾驶室尸体应该是位女性，遗留物有背包、相机和一卷没有冲洗的胶卷。物品的主人名叫艾莉诺拉·里曼，是个生活在洛杉矶的25岁已婚女性，丈夫名为弗吉尼亚。当警方把妻子的死讯通知弗吉尼亚后，弗吉尼亚起初十分悲伤。但警方展示车里胶卷冲洗的照片后，他表示得非常愤怒，直接把照片甩回给警员，然后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看着手中妻子和其他男人的亲密照片，警方多少能猜到些端倪，脑中的调查思路跃然纸上。纵火的人会不会就是因情生恨的丈夫弗吉尼亚呢？弗吉尼亚随即被带回警局喝茶。审讯中，弗吉尼亚心不在焉，他承认案发前2天曾和妻子吵架，还威胁要离婚，并带走3个孩子。交谈中，警方了解到妻子李曼非常好面子，妻子看不惯丈夫为人过于懦弱，总是像条哈巴狗跟在他兄弟后面。在案前2天的9月29日，妻子李曼中了彩票3等奖，获得1500美元奖金。回家后，妻子准备了丰富的晚餐庆祝此事。吃饭时，对1500元的使用计划说个不停。面对难得如此高兴的妻子，丈夫弗吉尼亚想来个双喜临门，跟妻子说自己兄弟克拉蒙特马上要升职为银行行长，到时候说不定自己还能蹭着兄弟的脸面在银行里面当个大堂经理，然后将自己未来宏图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但妻子却直接泼了一盆冷水。妻子表示，整天像只哈巴狗跟在你兄弟后面，你不觉得很恶心吗？然后2个人就这样吵了起来。果然，网友们说的没错，你永远不知道女人变脸的速度有多快。忍无可忍的弗吉尼亚指着妻子，老子每天辛辛苦苦赚钱养家，你不体谅老子就算了，还落井下石。落井下石就算了，你还和其他男人搞在一起，你好意思吗？就这样，2人闹得不可开交。警方追问弗吉尼亚是否在案发当天见过妻子，但弗吉尼亚表示，自从那晚争吵后，2人就分开了，双方表示需要一段时间冷静。警方调查后发现，弗吉尼亚的确有不在场证明，而李曼为人随和，平时和周围人没有深仇大恨。纵火的人既然不是丈夫，那还会是谁呢？这时丈夫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他表示妻子那晚和自己吵架后去了麦克莱德酒吧，酒吧的服务员正是这点。服务员说，当晚李曼喝了很多酒，一直嚷嚷自己中奖的事，还说要请全场顾客喝酒，不过被她男友制止了。警方拿出弗吉尼亚的照片让服务员辨认，可被服务员直接否认。目击者告诉警方，那个所谓的男朋友名叫格林·爱德华·罗杰斯，经常过来喝酒，人长得非常帅气和阳光，总能看到他带着女人离开酒吧。他们记得29日当晚，李曼和格林2人聊得非常开心，还上去跳舞，最后很晚才离开酒吧。可真正让警方冒出冷汗的是格林的外貌。
报警女护士看到的可疑男子和酒吧目击者看到的格林都留着长发。格林的住所位于凡奈斯地区槟榔大街26号，距离30日事发停车场只有几分钟车程，这让警方越来越觉得格林是纵火人。老规矩，不管是不是格林，先把他带回警局喝茶就是了。但当 FBI 进入格林公寓房间后，发现格伦早已失踪。卧室地板上，警方发现了李曼的戒指。几天后，警方收到了李曼的法医报告。小渊，我在之前视频中说过，如果被害者是在生前遭遇纵火焚烧，法医检验时会发现其血液中有大量一氧化碳，鼻腔深处会呈现黑色。这是因为被害者生前挣扎时吸入大量滚热浓烟。但李曼的尸检报告指出，李曼胸腔和鼻腔没有吸入明显燃烧堆积物，这说明李曼轿车起火时，李曼已经是无意识或者已死亡。加上他颈骨出现骨折的现象，警方判断李曼是被人纵火身亡。报告还指出，李曼在死前曾发生性行为，失火时身上没有任何衣物。调查到这里，警方觉得不太对劲。根据酒吧人员口供，格林经常搭讪酒吧内的漂亮女孩，还总是带她们离开酒吧，做不可描述的事。如果纵火杀害李曼的人是格林，那为何之前被格林从酒吧带走的女孩都没事呢？为何唯独格林被纵火杀害？还是说凶手另有其人？作案后顺水推舟嫁祸给格林，可如果凶手不是格林，那为何格林要躲避警方？这一切问题都得先找到格林才知晓答案。可糟糕的事情还没结束，在万圣节前夕10月31日，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发生命案，死者是34岁的琳达·普莱斯，尸体在浴缸中被发现。李曼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市被人纵火杀害，而普莱斯是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遇害。为何警方会将两个州的案件联系在一起呢？原因有两方面。其一，警方发现普莱斯卧室没有入室抢劫和搏斗痕迹，屋内物品摆放整齐，贵重物品没有丢失，大概率是熟人作案。其二，普莱斯的姐姐告诉警方，他们当时也是在酒吧认识格林。当普莱斯第一次看到格林时，普莱斯就认为格林长得很帅，和上文的遇害者李曼一样，受害者普莱斯也在酒吧被格林搭讪，同样一起离开酒吧。直到普莱斯的姐姐在万圣节前夕去找妹妹时，才发现妹妹遇害。到了这里，警方正式将格林列入全美通缉名单，并将格林相关信息输入国家犯罪信息中心数据库。在数天后的11月6日，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发生命案，遇害人是单身母亲迪娜·玛丽·克里布斯。被发现时躺在旅馆231房间的浴缸内，身体多处被刺伤，受伤位置集中在身体前部，估计是被凶手正面袭击。衣服上有多处撕裂痕迹，尸体下方有一块男士手表，浴缸周围的迹象显然凶手曾经故意清除作案痕迹。旅馆女清洁工透露，案发当天早上231退房后，自己打算进去打扫卫生，但由于门口挂着请勿打扰字样，所以等到下午从前台确认231房间退房后才进入房间。发现遇害的迪娜后就立即报警。同时旅馆经理透露，自己对231房间的房客印象非常深刻。案发前一天，该男房客向前台索要请勿打扰的告示牌，但由于旅馆没有这种牌子，男房客便和前台吵了起来。随后他又多付1晚的租金，并警告前台不许派人进去打扫房间。付完钱后，男子就把行李搬到轿车上离开。期间经理还提醒他行李放在车上不安全，根本没想到男子是要离开。通过登记卡上的指纹，警方采集到的格林的指纹，这下警方碰到格林，那可不是简单请他喝茶了。迪娜的遇害情况和前面两人几乎如出一辙，都在酒吧碰到主动搭讪的帅哥，然后被人杀害。警方发现格林从头到尾都在使用自己真名，驾驶的车辆要么就是自己的，要么就是受害者的，根本不把警方的搜捕放在心上。因此侧写师认为格林这种凶手属于自尽型连环杀手，
同时非常了解法律，知道美国各州法律互不影响的特点，各州居民存在信息时差，才多次改变作案地点，屡次用美男计对单身母亲下手。至于为何总是针对单身母亲这类女性呢？大概是那句女人30如狼，40如虎的原因吧。4天之后，路易斯安那州的伯谢尔市又发生命案，死者名叫安迪·吉尔斯·萨顿。FBI 告诫各州单身母亲少去酒吧之类的场所，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轻易的和陌生帅哥搭讪。可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当然没有，不然小渊也不会做这期视频了。从加利福尼亚州、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到路易斯安那州，格林下一个目的州会是哪个呢？美国大大小小总共有50个州，要从剩余46个州里面猜测出可能性最大的那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实际上，警方最缺的是时间，他们可不想让美国又出现第二个泰德·邦迪。虽然一直有市民报警提供线索，但大多都是没有价值的信息。FBI 压力山大。这时，犯罪侧写师表示：“要不我们把肯塔基州。”根据经验，在大多数追逃案件中，凶手最有可能躲到熟人或者亲属家里。于是，警方决定搏一搏，说不定单车变摩托。在肯塔基州的一条洲际公路上，一辆白色福克斯轿车由于超速被警方拦截。巡警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司机就是通缉名单上的格伦，但巡警在开好罚单后就若无其事地放走了他，然后立即通知附近其他公路巡警将格林逮捕。The nationwide manhunt started closing in on Glenn Rogers here in Waco, Kentucky about 3 o'clock today. At this point, Rogers is only minutes away on Kentucky 52, being chased downhill at high speed by Kentucky state troopers. Frantically, they raced to set up this roadblock. But the roadblock doesn't stop Glenn Rogers. 2 minutes later, though, other troopers do by ramming his car, forcing him off the road, dragging him out moments later at gunpoint. Channel 9 videographer Chick Poppy asking him the question on everyone's mind tonight. 从格林开始作案到被警方抓捕，前后不到2个月，警方终于摧毁了下一个泰德·邦迪的恶魔种子。在审讯中，警方比对了格林和案发现场的指纹、字迹和 DNA 等信息，认定格林是4名遇害妇女的凶手，是格林让11个孩子失去了母亲。1997年11月7日，格林一级谋杀罪名成立，被判死刑。媒体询问他作案动机时，格林显示出一种很享受的表情。他说：“那些女人都是笨猪，我只是长得比较出众，就把她们迷得神魂颠倒。给他们点小暧昧和小暗示，他们就像吃千方百计讨主人欢心的哈巴狗。我非常讨厌他们的喜新厌旧，唯一觉得不错的就是他们的身材。所以有个问题，长得帅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吗？”